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说到英国，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伦敦。但如果你想看英国最好看的风景，那就得离开伦敦，去到它的乡村。今天咱们就去看看英国的湖区，这片不仅好看，而且有历史人文加持的英国乡村田园风景。所谓湖区，说的是英格兰西北部这片乡村，已经快到苏格兰了，是英国很有名的度假区。这块地方最中心的一片是湖区国家公园，这里没有大城市，没有摩天大楼，有的是湖泊丘陵、草地石墙和小路石屋，典型的英式田园风光。湖区面积不算特别大，但是湖泊密度非常高，大大小小十几个湖散落在丘陵之间。英格兰的最高峰斯科费尔峰就在湖区。当然，海拔只有978米的斯科费尔峰放在欧洲排不上号，但配上湖水、白云和起伏的小山坡，视觉层次非常好，看着很舒服。湖区最核心的区域就是围绕着温德米尔湖附近的地方。湖区里的地名很多都非常老，比如绝大多数的湖都叫古英语的什么什么 mere， 不是诺曼征服以后才用的 lake。温德米尔湖是英国最大的湖，也是大家第一次来湖区一定要打卡的地方。玩温德米尔湖，您可以坐游船，省心省力，也可以开车沿着湖慢慢走，随时随地欣赏湖光山色。这里的湖水不像苏格兰高地的湖那么深沉，但天气好的时候，水面、云、山丘搭在一起，安静干净，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。温德米尔镇在温德米尔湖的东岸中部，不是很大，但住宿、吃饭、游船、交通都很方便。从温德米尔镇子往北走30分钟的步道，就可以爬上一个叫奥雷斯特山的小山坡。步道没什么难度，风景又好，性价比超高。山顶有个观景台，360度俯瞰温德米尔湖附近的湖光山色，一个好评如潮的观景点。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伴着湖景最美。温德米尔镇子南边几分钟车程的鲍内斯镇，也是个看温德米尔湖的好地方。鲍内斯这里有很多码头，是温德米尔湖游船的主要登船点。您可以就在鲍内斯的码头和游客中心附近转转，这里的湖景就非常美了。鲍内斯镇子上还有个彼得兔博物馆，也是个人气景点。英国有个经典童话故事叫《彼得兔的故事》，是女作家碧雅翠丝·波特写的，基本相当于小马过河、小蝌蚪找妈妈一类耳熟能详的故事吧。反正英国孩子们没有不知道的。波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湖区，他晚年把几个农场和4000英亩地都捐给了湖区。如果您是带孩子来的，或者本身对彼得兔有情怀，这里一定值得去。如果对童话兴趣一般，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湖区文化背景，不会花太多时间。温德米尔湖最北边是个小镇叫安布塞德，也很有情调。不光是湖景漂亮，住宿吃饭也很方便，也是可以考虑住一晚上的地方。小镇附近的万斯菲尔山不是太高，上去不是很难。峰顶的视野非常开阔，能看到整个温德米尔湖和附近的小镇山坡，远近层次感特别强，感觉就是把湖区摊开在您面前一样。在湖区，如果您想找个安静点的湖，可以去看看格拉斯米尔湖。这个湖比温德米尔湖的游人要少多了，在湖区里算是个小湖，但是独具英伦气质，安静、温柔、慢慢的田园感。湖边都是起伏不大的绿色草坡，石头围成的牧场，零零散散的羊群，感觉像一幅英国乡村水彩画。湖边的格拉斯米尔镇子很小，干净整洁，没什么多余的东西，走一圈也就半小时。逛完小镇，可以沿着湖走一下。湖边的步道很多，大多数都是悠闲舒适、风景又好的那种。格拉斯米尔还有个英国的文化标签，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故居。华兹华斯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很熟，但其实他在英国文坛地位很高。如果说莎士比亚写的是人性，华兹华斯写的就是人站在自然里的那一刻的浪漫。可以说，没有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奠基，就没有拜伦、雪莱这些浪漫主义的黄金一代。可能就是因为湖区的风景太美了，华兹华斯灵感频频被激发，把风景升华到了精神世界。参观完了华兹华斯的故居，还可以去看看镇子里的圣奥斯瓦尔德教堂，华兹华斯就葬在那里，一座很安静、很低调的小教堂。
墓地不豪华，也没有啥纪念碑式的设计，周围就是草地、树和乡村小路，非常湖区式的终点。就算您不是个文青，在这里也会感觉到英国乡村和湖畔诗人的节奏。从格拉斯米尔接着再往北开30分钟，就到了另一个有名的小湖——德文特湖。德文特湖边的小镇凯西克也是个安静漂亮的地方。如果说温德米尔镇热闹，格拉斯米尔文艺，那么凯西克就是自然和户外的课代表。镇子里咖啡馆、户外店、酒吧很多，徒步、登山和骑行的人明显比拍照游客多。镇子旁边的德文特湖湖面不算特别大，湖里散落着几个小岛，四周的山比温德米尔湖和格拉斯米尔湖边上的要高1陡，也更有层次，视觉效果更强。这里看湖景有几个地方，一个是修士岩，从凯西克可以走到华兹华斯开过光的观景点，经典的湖区画面。或者您可以徒步走到湖西面的 Catbells 小山上，从上帝视角俯瞰，视野无敌。其实，在凯西克镇子也处处能看湖，有一个希望公园，湖畔景色就非常漂亮，走走坐坐，看着风景，多长时间都不累。除了这些比较有名的湖和小镇，湖区其实还有很多非常漂亮宁静的地方。这张地图上标了这些可以选去的景点。如果时间允许，看完了打卡的景点以后，真的可以找个安静的湖边民宿，住个1、2个晚上，发发呆，好好放空一下。去湖区玩的最好的季节肯定是夏天，5月到9月，白天长，天气好，风景也最漂亮。秋天也不错，有秋色，但是雨会多一些。冬天不推荐，白天又短，风景也不好。行程嘛，如果光是看景点，3天可能就够了。但是想好好品味湖区的风光，体验一下英国乡村的慢生活，在四处走走步道爬爬山，那2个星期可能都嫌短。看湖区风光，最好是自驾，都是乡村小路，风景一直在线，慢慢开车逛逛，这种节奏很符合湖区的气质。如果不自驾，也可以坐火车到温德米尔或凯西克这些大一点的镇子，再坐巴士。吃的方面就不要抱太高期待，英国的整体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当地可以试试的有烤羊肉和惠灵顿牛排，还有英式下午茶，茶和点心先不说，配着湖光山色的那种氛围，那种腔调，别的地方是感受不到的。格拉斯米尔还有个网红的姜饼店，卖一种介于饼干和蛋糕之间的姜饼，甜的，有点辣，排长队，可以试试，仪式感一下。住宿方面，湖区没什么大酒店，但是民宿和小旅馆水准普遍很高，都是推窗就是湖水、草地或者山坡的那种，体验非常好。总的来说，来英国湖区不是特种兵旅游打卡拍照的，这是一个让你慢下来走一走、发发呆的地方。如果你喜欢自然、安静、湖泊、草地、舒服的慢节奏，那英国湖区是很值得您专门来一趟的。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